Hello， 大家好。咁上次加拿大移民局就宣布放寬 Stream B 嘅申請啦。咁只要香港人持有有效嘅工作簽證啦，喺加拿大全職1年啦，或者係完成呢個1560小時嘅 part time 之後呢，就可以透過 Stream B 嘅計劃移民嚟到加拿大㗎啦。咁令到好多本身因為學歷要求未符合呢個 Stream B 計劃嘅香港人啦，再重新去考慮移民加拿大嘅。不過依然都有好多人啦，因為未符合申請呢個 OWP 啦，即係冇呢個10年內大專或以上嘅畢業證書啦，亦都超過咗可以申請 Working Holiday 嘅年紀，同時亦都好難揾到僱主幫佢哋申請呢個 Closed Work Permit 嘅話呢，咁到底仲有啲咩方法可以嚟到加拿大呢？嗱，仲有一個方法嘅就係用 SOWP 啦，即係 Spouse Open Work Permit 咧去行 Stream B 嘅。咁對於以上我哋叫三無人士而言啦，呢個有機會係一個最保險啦，同埋最慳錢嘅方法咧移民去加拿大㗎。咁而當中有啲咩風險咧，我哋都會喺呢條片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嘅。Woori 有新搞作啦，不過今次就唔係同報學校有關，而係我哋將會推出全新嘅一條龍服務。由你到埗前會貼合你嘅需要啦，幫助各位想行 Stream A 嘅同學仔預早適應多倫多嘅生活嘅。咁由我哋會喺出發前啦，幫大家預訂你嘅 B&B 啦，同埋購買一啲基本嘅用品咁樣嘅。我哋仲會陪大家去開銀行戶口啦、開電話卡啦、搞 SIM number， 幫大家去睇樓等等嘅，仲會陪埋大家去參觀中小學㗎。而家只要係我哋 Woori 嘅學生啦，包括可能揾到我哋報學校啦，同埋申請學生簽證嘅同學仔，只要用2800蚊呢個價錢就可以享有我哋呢個一條龍嘅服務啦。仲快啲揾我哋報名！咁上次嗰條片就同大家分享咗4個嘅 Work Permit 可以行 Stream B 嘅方法嘅。咁其中其實我哋都有提到呢個 SOWP 係可以行到 Stream B 嘅。咁而申請 SOWP 嘅資格喺上條片已經提過㗎啦。咁主申請人需要持有呢個有效嘅學簽啦，或者 OWP 先可以為伴侶去申請 SOWP 嘅。亦即係如果係我哋啱啱提到嘅三無人士啦，咁其實大家係可以考慮一下另一半係可以去讀書嘅。咁只要報讀呢個嘅加拿大嘅學院或者係大學嘅合資格課程啦，有呢個入學證明就可以為伴侶去申請 SOWP 㗎啦。不過我哋都知道其實移民嘅開支係非常之大嘅，咁相信好多香港人都希望用最慳錢啦、最快嘅方法可以成功行到 Stream A B 移民啦。咁所以大家其實都可以考慮下報讀1年嘅 certificate 課程啦。咁唔少嘅學院其實都有提供到呢啲graduate 啦或者 postgrad 嘅課程嘅。咁當中屬於冇10年以內嘅大專或以上畢業證書啦，就可以報讀佢哋1年最簡單嘅 certificate 課程啦。咁入學要求其實同樣都只係需要有英文能力證明啦，或者用英文語言銜接課程去取代英文成績啦。咁或同埋都需要有呢個中學畢業證書咁就可以申請㗎啦。咁當中有幾個比較容易啦同埋輕鬆嘅課程都想推薦俾大家嘅。咁包括咗喺多倫多方面啦，就 Seneca College 嘅 Public Relation 啦、Business Analytics 啦、George Brown College 嘅 General Art and Science 啦、Culinary Skill 啦、Baking and Pastry Foundation 啦。咁呢啲課程都係屬於 George Brown 比較出名啦同埋知名嘅。咁而 Centennial 方面就係有佢哋最出名嘅 Motive Power 課程啦，咁就有 Trade Foundation Motive Power 啦、Baking Skill 啦、Health Study and Communication Skill、Hotel Resort and Restaurant Management 嘅。咁但係 BC 省嘅話由於 VCC 佢哋暫時就未有提供一個1年嘅課程啦，佢哋大部分課程只有提供到10個月或者11個月啦，咁就唔適合於學生去行呢個 Spouse Open Work Permit 再行 Stream B 啦。咁所以我哋就會比較推薦學生可以考慮下 Douglas College 嘅 Computer Science Certificate 嘅。咁如果你想畢業之後快啲揾到工啦，而本身喺香港嘅工作可能同醫療啊、教育或者社福界相關嘅話其實都可以喺加拿大報讀一啲相關嘅 certificate 嘅課程當係一個進修嘅。咁當中Langara College 嘅 Healthcare Assistant Certificate 啦，同埋呢個 Social Service Worker 都係可以符合香港人去報讀嘅。咁不過有興趣去讀呢個 Langara College 嘅學生就要留意翻啦，因為學院係需要學生提供翻 IELTS Overall 6.0到6.5嘅成績嘅，要有呢個嘅英文能力證明先可以去報讀佢哋嘅課程嘅。咁如果已經考咗相關嘅成績嘅學生其實已經係可以直接去申請佢哋嘅 course 㗎啦。咁就要留意翻啱啱提到嘅課程係屬於一個叫做 limited enrollment 嘅，即係話學校係會按住申請人嘅能力去選擇學生嘅，而唔係一個先到先得嘅課程嚟嘅。咁另外啱啱提到Douglas有好多1年嘅 certificate 嘅課程啦。咁如果你係想讀一啲同醫療相關嘅課程，但係本身可能冇相關嘅背景嘅話，其實可以考慮一下呢一個嘅 Medical Office Administration 嘅 certificate 嘅課程嘅。咁課程嘅入學要求都列明啦，係
係需要學生咧有一個比較強嘅英文能力啦。咁亦即係話咧需要學生去提交呢個 IELTS overall 成績去到6.5或以上嘅，又或者係公開試嘅成績咧，佢哋英文成績係達到 C 或以上先至可以報名入讀嘅。咁最後提大家啦，每一個 certificate 嘅課程咧，其實收生要求咧都同學院有關啦，每一個要求都會唔同嘅。咁詳細如果大家希望了解更加多嘅啦，都可以直接聯絡我哋嘅顧問嘅。咁雖然我哋啱啱就講到啦，讀1年嘅 certificate 嘅課程咧係可以慳錢啦，咁但係當中其實都有一定嘅風險嘅，因為咧學簽嘅有效期啦，一般嚟講咧係比呢個嘅你報讀嘅 course 係長3個月左右嘅。咁換言之咧，即係話主申請嘅學簽咧，大概係有1年至1年零3個月嘅有效期嘅。咁而一般啦，佢哋再為佢伴侶去申請呢個 SOWP 咧，大概個年期咧就係1年至1年零3個月嘅時間。咁而且咧每個 case 咧佢哋嘅有效期咧都可能會唔同嘅，其實最後咧都係要視乎翻佢哋官方嘅審核嘅。咁換言之咧，其實 SOWP 嘅伴侶咧，佢哋可能就要喺3個月內啦，喺加拿大咧揾到一份嘅全職嘅工作啦，咁之後先可以透過 Stream B 去移民加拿大嘅。咁萬一啦，伴侶係未能夠完成 Stream B 嘅要求咧，而呢個拎住學簽嘅主申請人啦，佢哋因為過去咧冇一個5年內完成呢個大專課程嘅畢業證書啦，咁主申請人咧亦都唔可以透過讀完呢個 certificate 嘅課程之後咧，就直接去行 Stream A 移民嘅。咁變相咧，可能咧你行Stream B 嘅時間咧就比較緊湊啲啦。咁所以大家都要衡量翻當中嘅風險啦，同埋時間嘅。冇錯啦，咁有人會問我哋啦，如果我畢業之後我再報多一個 certificate 去延長自己嘅學簽係咪可以咧？咁樣咁當然技術上絕對可以嘅，無論係申請人啦，只要再報讀多一個合資格嘅課程，雙方都可以延續大家嘅簽證啦。咁但係喺呢個情況之下，其實變咗你都係要讀一個2年嘅 program 啦。咁呢個嘅方向咧，我哋就會比較選擇推薦學生做一個保險啲嘅方法啦，就係去報翻一個一般2年嘅 diploma 咧，咁會相對上好啲嘅。咁最主要啦，一嚟就係 spouse open work permit 嘅時間咧，係會係2年或以上啦，一般係2年零3個月左右啦。咁對於伴侶去揾工啦，同埋工作嘅壓力咧，其實會相對上減少嘅。咁而佢哋行 Stream B 嘅時間咧，亦都相對上冇咁緊湊啦。二嚟，萬一如果伴侶真係未能夠喺2年之內完成1年嘅全職或者1560小時嘅兼職工作嘅話咧，唔能夠透過 Stream A 移民啦，主申請人、學生簽證持有人咧，其實都可以自己透過 Stream A 幫大家去申請翻呢個 PR 嘅。咁第3個好處啦，就係如果 spouse open work permit 嘅伴侶喺1年之內已經攞到我哋叫做達到咗1年 full time 啦，或者係 part time 嘅要求嘅話咧，其實已經係可以直接申請 Stream B 啊嘛。咁主申請人同伴侶一齊入紙，亦都成功攞到 PR 嘅話咧，有機會係可以轉翻將而家讀緊 diploma 課程咧轉翻做 local student 嘅，咁就係 domestic 學生嘅費用啦，咁會相對上平好多啦。咁亦都可以繼續讀翻本身就讀緊嘅課程啦，而呢一點咧就真係視乎翻每間學院而定啦。咁最後一個好處咧，就係讀書咧，其實對主申請人咧，佢哋嘅就業前景咧都有一定嘅幫助嘅。因為其實喺加拿大啦，大部分嘅 diploma 課程都係以職業導向為主啦，學院咧會為學生提供呢個 co-op 嘅機會嘅。咁而且學院亦都會有一啲嘅同面試技巧啊，或者寫 resume 等等相關嘅 workshop 同埋諮詢嘅。咁有好多學生咧喺畢業之前咧，其實已經係獲得到一個一定嘅本地工作經驗啦。咁如果做得好嘅話，其實有機會咧喺畢業之後咧去翻你實習嘅公司度繼續做 full time 嘅。咁再加埋啦，你係用翻呢個加拿大本地嘅學歷去揾工啦。咁始終比起你用呢個海外嘅學歷啦，或者只有呢個香港工作經驗咧，去揾工咧係更加容易嘅。咁亦都有同學仔同我哋分享過啦，喺揾工嘅過程之中咧，因為有college 嘅老師啦做 referee 啦，咁佢哋被請嘅機會都大大增加嘅。咁所以其實咧讀書咧始終都係對自己啦喺未來喺加拿大嘅發展咧都有一定嘅幫助㗎。冇錯，咁如果你話我哋講緊2年嘅 diploma 課程啦，要自己行Stream A又要趕得上喺2026年8月之前去遞交 PR 嘅申請嘅話咧，其實我哋就預計學生最好喺明年嘅1月啦同埋5月入學嘅。咁而課程咧由於係1月5月啦，所以佢哋都係屬於連續上堂嘅 program 嚟嘅。咁最快係16至18個月學生就會完成2年嘅課程啦。而現時而家仲有學位啦同埋入學門檻，我哋叫做相對比較簡單嘅課程咧，包括咗係如果學生擁有HKDSE、CE 或者 A Level 嘅英數合格嘅話咧，咁都會推薦學生可以報讀 George Brown College 啦。咁佢哋嘅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啦、Event Planning 啦同埋 Culinary Management 咧，喺1月、5月咧都仲有位可以申請嘅。咁而佢哋嘅5月入學咧，大約會喺嚟緊8月頭咧會正式開放申請啦。咁 Centennial 方面咧，由於佢哋
1月入學嘅申請咧就非常之熱門啦，咁大部分課程都 full 咗啦，咁而家只能夠可能計劃於明年5月嘅申請嘅時候，我會建議學生可以選擇呢個最多人讀嘅 baking 啦、event planning 啦同埋 supply chain 呢3個 program 嘅。咁而喺溫哥華方面啦，最受香港人歡迎嘅學院啦 VCC 咧，其實有好多2年嘅 diploma 課程咧，都仲有位俾大家報讀嘅。咁除咗以上2間嘅位於安省啦同 BC 省學院之外啦，咁其實咧喺加拿大咧仲有好多嘅 diploma 課程啦，都好多選擇嘅。咁所以咧，如果有興趣了解更多咧，就可以直接聯絡我哋啦。希望以上申請 SOWP 嘅資訊可以幫到大家啦。咁無論用咩方法都好，希望大家可以順利透過唔同嘅移民渠道到加拿大嘅。咁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